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手里的清单和他的认知啊。那么这个题目又有一点争议啊，什么争议呢？就是关于川普总统的看法。那么为什么我最近2天都在讲川普？因为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有3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关键点；第二个，美国的选举处于关键点；第三个，香港处于关键点。在这个三个交叉的关键点当中，谁是关键人物？川普总统是关键人物所以我会更多的关注川普总统的一些情况，所以也会说的比较多那么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基于我自己的一个认知的判断。先说新闻驻港国安公署星期三就是7月8号正式挂牌驻港这个国安公署呢不受香港法庭和特区政府的管辖他直接向北京负责。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国安人员可以直接公开的在香港执法也就是说一国两制不复存在我们之前讲港版国安法这个那个其实都是讲法。没有执法机构去执法，那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现在是什么？现在就是法律通过了，执法机关建立起来了，然后这个执法机关的人员有了那么这次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燕雄特首林郑月娥参加了7月8号的这个仪式那么公署总部设在铜锣湾的维景酒店大家知道维景酒店那是个很豪华的酒店，海景一流那么从那里可以俯瞰经常进行这个抗议示威的维多利亚公园可以俯瞰得到然后大批的军警包围了酒店周围的道路搞得非常的这个紧张然后水马把这个道路堵塞起来郑燕雄第一次露面，以这个国安公署的署长的名义来露面。他说，作为中央政府驻香港的维护国安机构，将会坚决依照法律履行维护国安的职责，行使相关权利，也将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接受监督，不侵害任何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中共一向是这么说的他从来没有宣称他做过什么坏事，但是他一点都不妨碍他做坏事。那么港版国安法是从6月30号11点生效那么北京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是8号那么用了一个星期完成了6月30号是完成立法程序。中国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立法程序，一个星期完成立法程序，然后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组织机构设置这个机构设置和组织安排用一个星期的完成。从7月8号开始，中国可以在香港任意妄为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件事情了。过去一个星期那么川普一个屁都没放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
中国在香港把这件事情完成了过去1个月，从5月份，从5月28号港版国安法通过人大的这个决议案5月28号开始，到现在1个多月以来那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只是轻轻的捏了几下，小捏几下，然后你就眼看着从立法到执行法律到机构设置一步一步的完成，川普没做动作，做了处罚了一下中国的官员，不让他们获得美国签证之类这样的话做了一些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向香港出售军事技术和军事军用产品这早就已经不会发生了吧？这剩下就这些所以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过去一段时间都一直在有2个基本的说辞为川普总统辩护那么我这一次呢，我就统一回复一次那么以后再也不要跟我讲这个话了那么我声明一条，我不是在说服大家，我只是提供一个观点，多一个选择给你听一下，你可以多一个选择，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每个人应该有更多的选择那么我只是一个选择而已这是第一个说法是什么？川普总统是过去30年对中国最强硬的美国总统OK。这个说法成立吗？成立但是没有意义。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川普总统不是一个优秀的政务人才他基本上没有经验，他对于管理国家、管理他自己的公司，虽然他是个亿万富翁，他6次破产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那么他做事情也不是特别靠谱但是美国的选民为什么要给他一个机会？就算是这样，美国的选民还给了他一个机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提出了不同于其他总统的看法，或者是说他告诉美国的选民他要拨乱反正，因为美国总统之前的总统做的不对，这个说的很好这是美国选民给他的机会的原因但是如果你上了这个岗位，这个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这个原因已经过去，因为你已经在岗位上了。如果你还是停留在硬的这个角度强硬的这个层次，那就是辱没了这个岗位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自己来看一下，你说川普是最强硬的总统，好，强硬我们不能嘴硬吧，我们就要看具体的动作吧。有什么动作？川普上任到现在对中国最强硬的一个动作就是关税，这个关税指向的是什么？中美贸易协议。除了这个以外，你见过他有更强硬的措施吗？有人跟我讲说华为就很强硬，华为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华为你看一下，华为的营业额还在上升呢，对吗？华为现在活得好好的呀，你捏的手里你没有捏它，没有真的动它，除了华为之外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吧？就是一个关税。从川普上任到现在，对华最强硬的措施，我不讲嘴巴上骂人骂不死人的嘛，对不对？你除了关税之外没有别的。这个关税而且直接指向的是什么？直接指向的是你的铁票嘛。除了指向你铁票的选票的这个措施以外，还有其他的强硬措施吗？你说我已经采取了3次限制中国官员来美国签证，那叫措施吗？所以强硬有什么用呢？你很强硬必须要有动作，只有措施有政策才叫强硬。你说坐那儿硬半天不办事有什么用呢？对吗？硬半个小时也没用这是第一个说法，说川普是过去30年对中国最强硬的美国总统，这个我认为没有意义，说这个话没有任何意义，不要再跟我讲这样的话。如果他不是对中国再强硬的话，他连这个岗位都没有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川普总统是美国总统，他首先考虑美国利益。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没有意义。哪个美国总统不得考虑美国利益？不考虑美国利益的总统都会被弹劾。但是我还是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啊？为什么？第一，川普是美国的总统，他不是这个家庭主妇，他不能只考虑这顿饭吃啥，然后就跑到菜市场去买菜。他要考虑什么？他要考虑美国的长期利益、中期利益、眼前利益，他考虑好，他要协调配合好。那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当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美国当前最大的威胁只有一个议题。如果我们讲的是国外就是国内议题是另外一个啊。当前对美国最严重的威胁就是中国。你去问你去问川普的所有的助手，他们都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中国。那么美国该怎么办？所有的答案也只有一个，攻击。那么在哪里攻击？也没有别的选择，一定是在香港。为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什么？天时就是中国正在香港做这件事情，这不给美国一个机会吗？这叫天时。地利是什么？香港是个金融中心，这是地利。为什么？美国的这金融行业的这种优势，它的霸主地位无人挑战，也没有什么可质疑的，这叫地利。天时就是港版国安法正在过，地利就是香港是个金融中心，人和是什么？人和就是香港人的抗争。香港有那么多香港人的抗争，人和，而且全世界都在支持香港人的抗争，抗议中国的这个破坏基本法、破坏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行为。就是有天时、有地利、有人和，这是一个选择。所以美国在香港议题上出手，客观上会帮助或者支援香港的抗争者，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的。这叫什么？这叫拔一毛而利天下。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是美国总统，他维护美国利益来反驳川普总统应该在香港议题上出手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我这两个川普支持者经常跟我讲的这两句话，我已经回答完毕，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了，除非你有更好的材料，好吗 ？OK， 我们继续讲新闻。美国准备对中国手机 APP 要采取处理那么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关于人们手机上使用的中国应用我可以告诉你，美国会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说美国对这个事情是认真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他说呢，我不想抢在总统的前面总统现在总统现在我不知道他前面是什么意思总统已经在那儿睡着了，他还在抢到他前面。蓬佩奥还说，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个人信息落入中共的手里，你就可以下载抖音应用程序蓬佩奥的话音一落，这个抖音国际版公司发表声明说，抖音公司有位美国的CEO 和几百名雇员，在美国有多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包括安全产品、公共政策。这个也没回答什么。声明还说，我们除了为我们的用户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应用体验外，没有更高的优先目标。我们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提供过用户数据，如果要求提供，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保证你说的话能做到呢？对吗？你相信吗？我是不信然后呢，谷歌、脸书、推特同时暂停和港府的合作特区政府的合作。
那么谷歌的发言人说，他们国安法生效开始暂停了与香港当局的合作。他说将会对国安法的具体内容进行研判，再决定跟香港当局的合作方式。脸书也说他说我们认为表达自由是基本人权，脸书将支持人们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自由表达权利。脸书说我们暂停处理香港政府为索取用户数据而提出的要求。推特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表示暂时不再处理港府对数据处理的提出的要求。推特的发言人说，我们的团队正在对新的法律及其含义进行评估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界定的法律条款。好，这就是在这个 APP 领域 ，APP 似乎美国政府开始要在对这个中国的 APP 中国产的 APP 动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个基本的评价这个基本评价是什么呢？在这件事情上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美国政府，当然主要是川普总统对事物的基本认知不足什么叫基本认知不足APP 也好，互联网也好，墙也好，你把这些事情全部放在一起抖音也好，谷歌也好，推特也好，推特能去中国吗？去不了吧。推特、谷歌跟这个脸书都去不了中国，但是中国的所有的软件都能够来美国那么美国的所有的网站中国认为不好的网站，中国的网民都来不了那么但是呢，这个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网站所有的大外宣都能够跑到美国来做工作这是什么问题？这不是数据安全的问题。说我们不能用抖音，抖音它会侵犯我们的个人隐私，有数据安全的问题。不能用微信，微信是数据安全问题，是这个问题吗？当然不是数据安全的问题。如果把这件事情认为是仅仅是数据安全问题，那根本就是认知的不足。什么叫认知的不足？这是一场信息战的这个对垒攻势的建设，就是像两军对垒如果你没把他当对手，那你不存在这件事情。但是我敢肯定，他是在把你当对手。他在把你当对手的时候，他就在修建什么军事工事，各种工事，战壕、碉堡，他已经在修建好了。你要是不修建这相关的军事工事的话，你再先进武器你会打输的，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的工事没修好，这个战争一开打你就输了。所以对这件事情的属性的判断，美国政府包括川普总统，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又是一个彻底的误判。中国政府一开始就在一条街道上，在街中心垒了沙包，两边架起了机关枪，一开始他就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谷歌会在他的这个 YouTube 上面向中国倾斜？你会看一下推特上面，他要请一些来自中国的这些 VP， 原因是什么？你看一下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为什么会向中国倾斜？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嘛，美国政府没有在后面支持他们嘛。那边已经机关枪都架起来了，你这边连别说那个堆沙包，你连那个站岗放哨都没有，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一场信息战。如果你不理解这是一场信息战，那就是彻底的失败。你说养那么多人干什么？你说养那么多人干什么？你怎么会仅仅是想到这仅仅是个数据安全的问题？两军对垒仅仅是数据安全的问题吗？所以你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属性，你就没有这件事情的战略，没有这个战略，你一定必败无疑。所以我一直在讲，川普总统手里
握着无数的武器，他手上的武器都拿不过来，但是他不用，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认知。中国政府从一开始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公式是什么？修了一个长城，修了一个墙，那就是公式。然后就派什么？派他的各个军事人员，什么军事人员？微信、抖音出去世界各地突击。所以他有公司啊，你有没有？你没有啊，你是个不设防的城市啊，他就可以派人打到你这里面来。你为什么抖音在美国市场上有这么多用户啊？原因很简单，你知道抖音在美国有这么多用户什么意思吗？你的阵地已经被他占领了。中共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占领阵地。美国总统到现在都不明白抖音在美国的意义是什么，他也不明白微信在中国的意义是什么，在美国的意义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个暗道啊，那直接通到你里面去打两军对垒，他不仅仅有军事有攻势，他还有暗道跑到你那里面去，你怎么打？你打这个仗打什么打？有什么好打的？所以，那是不是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来看，美国政府还没有调动起来、动员起来，就是川普总统对中国的。出了一个这个对中国的战略，讲了一大堆来自中国的威胁，但是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战略，没有完整的战略，你没考虑一个从政治、军事、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你两军对垒，你得想清楚，你不能这里又漏那里漏啊，对吗？在这个领域肯定是美国政府肯定是认知上有非常严重的误判。那么美国可以做什么呢？我不仅仅要批评啊，我还提供一些建议啊。美国可以做3件事情，让中国痛不欲生。3件事情，我们讲互联网领域，别忘了互联网谁发明的？所以我一直在讲，川普总统呢，手上握的武器呢，手上的武器拿都拿不过来啊。美国有非常巨大的实力，但是前提是什么？脑子得明白。3件事情，哪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紧急域名，域名跟服务器在哪里？在美国。你只要把中国的域名给停掉，那么中国就彻底的生活在局域网里面了，就可以了。这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毁灭性的。这是美国的权利啊，美国有这样的权利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让中国彻底的生活在局域网当中，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也可以建个墙嘛，建个什么墙？只要拦截所有来自中国服务器的请求就好了，就是围着中国建一个墙就可以了。那就出不去了，就是至少你可以不让中国的游骑兵跑到美国这边来，那就不是一个抖音和这个微信的问题了啊。第二个动作，直接把它封在他们墙里头就够了，这第2件事情。第3件事情，直接摧毁到中国建的那个墙，把它的攻势去掉不就行了吗？这3件事情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痛不欲生啊！所以美国手上握的，我说中美对垒、中美对抗实力悬殊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美国手里都是王炸，没有一个不是的啊！如果你这样，我就说在香港议题当中，你那个福克斯的那个主持人，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啊，说我们的美国政府瘫痪了吗？对。我一直在想说这句话真的说对了。美国政府瘫痪了吗？美国稍微的动一动，中国真的就瘫痪了。可是我看到美国政府瘫痪了，中国政府没瘫痪啊。所以你现在，我就说，如果你从战略的角度去看
看什么中美之间的信息战，你就不会搞什么又是什么抖音啊、什么微信啊，搞这些花式翻滚，有什么用？装样，全是装相啊！现在还呢，昨天呢，我还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一个彭博的一个新闻啊，我也跟大家说一下，说美国白宫官员讨论过攻击连续汇率的方案，作为惩罚中国的其中一个选项。他说呢，这个选项有2个内容，大概一个就是对汇丰银行等银行限制使用美元结算啊，当然它不是停止，一停止这银行就破产了，它是某种程度上的减少，也不是完全终止啊。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直接攻击连续汇率啊。然后这个新闻里面也写不清楚啊，这新闻写不清楚，也不知道怎么去攻击连续汇率，反正就是啊，我觉得川普这个团队真不行啊，真不行。我原来以为呢，这些方案全部都已经做好了，放到桌子上，一个钮一个钮的摁，原来没做方案的啊，我真是高看你了啊，真是高看你了。川普这个白宫这个团队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啊，真是辱没了美国的国力。川普的团队水平太差，辱没了美国的国力。你知道美国有多强大吗？我讲给你听。我先把新闻讲完啊。蓬佩奥的顾问讨论过削弱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连续汇率的想法，有可能是通过限制香港本地银行购买美元的能力。政府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是寻找惩罚总部设在香港的银行，特别是汇丰啊。但是另外又有消息人士说，攻击连续汇率的构想目前只是在一系列讨论方案清单的较低位置。讨论清单包括取消美国与香港的引渡协议，以及终止与香港警方合作。你这不扯淡吗？港版国安法都出来了，还在讨论什么以取消引渡条例和终止和香港警方合作？你这个还要讨论吗？啊，我觉得川普这个团队脑子进屎了吗？啊！好，我大家想，我们现有的方案，你讨论什么新方案？现有的方案有川普手里的武器清单至少有四个，讨论个鬼。第一，香港自治法；第二，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第三，限制资金进出香港；第四，限制美元结算。4个，每一项武器都是现成的。马上一按钮就能动的，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都足以改变战略形势的。他手上的这4个武器，讨论什么讨论？有什么好讨论的？根本不需要讨论，早就应该有方案在桌子上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从这个新闻的本身来看，川普的团队现在是一锅粥，根本立场都没有协调清楚，没搞清楚我们该怎么办？从川普自己脑子就不清醒，没有清醒的知道我该干什么，我要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做什么后果是什么，他没搞清楚。到现在他那个团队是一锅粥。从目前来看啊，所以在这里我要讲清楚的是，首先川普总统要把3件事情搞清楚。第一件事情，意愿。什么意愿？我们这样讲过，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战略挑战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危险。其他的国内的问题我们再说，这是另外一件事啊，我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整个的对外战略当中，唯一的最重要排第一的就是中国危险。那么中国危险，你就要下个决心，我该怎么办？我肯定要，美国人哪是一个省油的灯，我必须面对挑战，把这个威胁打回去，灭掉这个威胁。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不觉得有什么别的选择。所以，对于川普来说，除了下决心，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意愿的问题，要解决意愿的问题。
我说西方国家在和中共的对垒当中，都输在哪里？都输在第一，高估了实力；第二，低估了决心，自己没有低估对方的决心，自己没有下那么大决心。川普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把医院搞定，没有把医院搞定，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又开始转磨。你看这磨转了1星期，别人把事儿全办完了。你看中共在香港用1个月的时间把这件事情全办成了，美国总统知道在这之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他知道他能干什么，而且他知道后果是什么。他转了1个月的磨没转出去，为什么？他就没解决这个意愿的问题。你面对挑战，你要解决这个威胁啊！你是美国总统啊，你不是别人，你不是家庭主妇，只是解决卖菜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你要解决美国子孙后代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必须有战略。川普总统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没有战略，就是他做事，他好像很精明，在某一个点上掐得很准，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他没有战略，他看不到，啥都看不到，看不到一个图画，他看到的都是一块一块的利益。所以你要有战略，什么战略？我数给你听，你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软实力、文化、科技、教育这么多个领域，全面建立一个什么？建立一个统一的战略。什么统一的战略？攻击中国。你把这些资源全部调动起来，你怎么会打败呢？在这些领域，你全是世界第一啊，没有人是你的对手啊。所以这是首先要解决一个战略问题。如果你没有战略协调，你怎么今天一会儿这个 APP， 明天一会儿香港议题，后天一会儿制裁一下这个什么官员美国签证？关于美国签证有屁用啊！世界那么大，他非得来你美国啊？脑子进水了，真的是说的我真的火都来了，对吗？你说是不是？那叫惩罚，你试试看，不让你去列支敦士敦，对你是惩罚吗？对他是惩罚好吗？傻的真的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第一要解决意愿，第二要解决战略，第三要有行动，不能光嘴巴硬了半个小时坐那儿有什么用？你能不上床有用吗？没有用。所以我讲10000遍，要有战略，要有战术，要行动起来。现在就是对于一个美国总统，对于一个想连任的美国总统，如果你把这3件事情做好，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去做，你觉得选民是瞎了吗？看不见吗？那看得见的嘛，看得见就会怎么样？就会选你嘛。你今天东一榔头西一胖嘴，搞不清楚你想干嘛，一会儿就不见了，不知道干嘛。这么风头火势的时候，一个屁都不放，什么情况？所以呢，川普想干，不想干滚蛋，换人来干。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我今天真的是很生气。为什么？非战之罪，我们经常讲非战之罪。我打输了没话讲啊，打输了没话讲。我说犯了一些错误，我没话讲。现在的问题不是打输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你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把这事给办成了。美国政府瘫痪了吗？不是。白宫瘫痪了吗？是这个问题啊，是这个问题。就是国安公署今天挂牌了，你就让他把牌子挂到香港去了，让那些人去香港干这种事情了。这是什么？这不是帮香港人，
这才是真正的辱没了美国的国力，辱没了美国灯塔国的地位。这是川普总统的最大的失误，战略误判。好吧，我今天有点不冷静啊，抱歉啊。好，我们现在今天的议题我就讲这么多啊，后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啊，请大家不要聊天啊，例行公事啊，先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做更好的节目。还提醒大家一下，请大家检查你的订阅啊，我们最近的洗粉洗的都已经平台帮我们清理已经清封了啊，清封了。就说我们大概是什么情况呢？大概就是我们被清理掉了3000到4000个订阅啊，所以大家都检查一下啊，大家都检查一下好吗？那么另外就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啊，我们不吵架，我们今天不吵架，我也冷静啊，大家都冷静。我们都希望，我和我们的网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啊。我也知道我说服不了任何人啊，我只是告诉大家我是这么想的，你也要知道，你也改变不了我。你可以把你的意见讲出来，没问题啊。那么，但是你不要说你错了啊，就像我不会说你错了一样啊。我不同意你，你也可以不同意我，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讲好，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不要人身攻击啊，不要说你是谁谁谁谁，所以你是谁，这句话都不要存在，我们全部都就事论事就好了，可以吗？就王老师，你来美国不久，这句话你直接是前面有一句这样的话呢，你就直接我就delete掉啊？为什么？不公平，我们都可以平等。我来了1天，我没来美国，我也能说美国的事情啊，非得你在美国你才了解美国啊，这不公平是不是？所以我不讨论这个问题，好吗？我们不要这么说话，这么说话没意思。好，明谢云在青天，水在平城，谢谢啊，苦刀裤兜啊，窗裤兜什么意思？好久没赶上直播了，感谢王老师高质量的节目，谢谢 Daniel Yong， 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好友 Vicky 曹，请王先生吃台湾的爱玉冰，夏日炎炎去火气，好吧？好的，我尽量的平静啊。OK， 李基安平 ，OK， 谢谢 Ivy 刘，谢谢特地早起来支持王先生，关于川普的分析都同意，谢谢于子，谢谢Harper and Christopher and Oliver 徐，谢谢王老师早上好，打卡北加。我和我太太都是您的忠实听众，每天2次直播，七夕不落下。她怀孕的这段时间，恭喜你，更是把您的节目当成胎教在听。今天我们要迎来我们的小宝贝了啊！从今天开始，您又多一个忠实的小听众，请您吃个喜蛋，高兴一起高兴一下。谢谢啊，恭喜啊！我们有多了一个新网友，谢谢啊。好，我们开始陈明耀，谢谢王老师，您真的是逻辑清楚，好吧？谢谢啊。观点：川普从上台就到处树敌，对自己的盟友也是贸易战和各种威胁，搞得盟友不敢在关键问题上和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才让中共捡了漏子，对吗？我就讲过啊，其实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广泛的盟友和最广泛的支持者。为什么？因为它是灯塔国，它在道德上有道德的制高点，它占领一个道德制高点啊，它也对很多世界各国进行支持啊，所以美国拥有最广泛的盟友和最多的支持者，所以在政治上它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重要的实力重要的政治资源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提出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全世界都体认美国总统提这个问题的他的国内意义。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川普其实没有仅仅把这件事情放到国内议题。你在国内议题讲我美国优先，我没问题，他直接就放置全世界。所以他的对外战略是什么？到处点火，到处点火，到处越是他的盟友，他越得下几番狠力。那意味着什么？你就把美国的政治基础、政治资源给敲碎了呀。这是一个非常缺乏战略意识的一个总统。所以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的原因是什么？美国永远都会有敌人的。当你面对你的敌人的时候，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把你的盟友全部找来一起对付他，你只要下1分力就够了，因为那么多人帮你下另外9分力，多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过去100-200年的时候，美国做了太多有利于全世界的好事，这是积累下来的。那这些东西都可以现在能够用的，结果你把大家全给得罪了，你怎么用？所以川普总统在对外政策上4个字：一塌糊涂观点：习近平的认知没有经济，川普的认知没有美国之外的任何地方。习近平的认知没有经济也不完全是习近平的认知是他搞不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习近平对世界的认知有障碍就是那些电视片，我估计央视拍的电视片，他看了好几十遍这么厉害了我的国，哇，国之重器，哇，那我们国家那还得了，我们那就是大海呀，这个认知就出状况了。这是一认知出状况，那你的对这个世界做出的回应就会出状况。转个评论，贵州公交车堕湖事件，看到最精辟的评论：一辆车如果司机疯了，那么所有人都会跟着完蛋，尤其是加速左转。牛，这个评论太对了。观点：当年日军也在半岛酒店做据点，怎么都这么爱用酒店做入侵香港的司令部呢？纳粹德国的公务员宣誓也来了，这基本就是把1战、2战、冷战全部搬到香港一并上演，香港人心很累。我今天看到一个叫什么推特有个 YouTuber， 香港的一个 YouTuber， 我没看内容他说这个港版国安法就是来散布恐怖的散布恐怖的，他就是来传播恐怖的香港人不能够被他吓倒我觉得这说的很对说的很对。当然现实是一回事我们自己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被他吓倒这个很对这个看法很对。观点：感觉美国一直以来对中国的问题都有判断失误的历史传统。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美国认为蒋政府腐败无能，最后抛弃了蒋介石，国民党失去了大陆政权，最后韩战爆发，美国又不得不牺牲几万人来保卫韩国。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在国共内战的时候，美国出手帮助国民党，最后改组国民党，中国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多的生灵涂炭。美国人似乎对 CCP 如水银泻地的润物细无声的攻击，川普会为自己的迟钝付出代价。川普现在的民调是落后的然后他的支持者就开始攻击民调这是不明智的如果连民调都要去攻击的话，那你跟习近平就差不多了观点：川普的重心还在经济上，盯死贸易协定，所有的动作包括什么病毒追责、香港问题、制裁，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他怕真的制裁了，中共就不履行协议。
商人的眼光，经济利益总在第一位。我觉得这是他人生经历导致他政治上的局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啊，这叫什么？这就是想当然啊。川普当然他是个商人，但是他其实不是个成功的商人啊，他破产6次，他什么商人？我不觉得，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商人，他不会破产6次，他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所以大家的误判啊，这是个误判。商人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算总账。什么叫算总账？我一盘子买卖，我每个买卖我都挣钱，我这生意做不大。你做大生意的就很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一盘子生意，我每个生意都挣钱，我这生意是做不大的，也就是1亿2亿的小生意。你要做成上千亿的生意，你必须什么？这一大块是赔钱的，这一大块是非常挣钱的。你像谷歌做多少赔钱生意？你说一下，多少生意是赔钱的？但是你妨碍谷歌挣钱吗？一点都不妨碍。你比如说，你像 Amazon 啊，亚马逊有多少生意是赔钱的？多少生意都是赔钱的。但是他那几大块挣钱的，那就挣海了钱，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做生意最重要的算总账。川普什么？川普算的全是小账，每个小账。比如说他跟欧盟说，欧盟说你的汽车不能那个什么，我要跟你打。这个日本我跟你打，加拿大我跟你打，他都算的全是小账，结果把自己盟友全得罪了。这就说明什么？川普根本不是一个商人，他只是一个小买卖，就是地摊主，就是个这个水平。就是我这个摊子我不能赔钱，是的，你不能赔钱，那你就只能做地摊生意啊，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所以不要把川普的属性定位于商人，川普肯定不是个商人，川普是或者至少他不是个大商人，他是个小买卖，就是做个小买卖，真的可以。那有点像，就是看来看去。这个香烟生意，这个什么卖酒的，这摊子酒卖的怎么样？这摊子香烟卖的怎么样？盖栋房子怎么样？大概这个可以啊，这个有点像。但是你说他是个成功的大商人，那不是啊。所以他的局限性不是来自于商人的这个属性。你看见李嘉诚做生意，那绝对不是这样。李嘉诚做大买卖，他也有赔钱的，但是他赔完钱之后呢，挣大钱。必须是这样啊！域名服务、网络服务都是商业合同支撑的，法治国家没法做这方面的动作，都是违反合同法的。那你没搞清楚我说的内容啊？我说的是跟服务器，不是域名服务，谁跟你域名服务？观点，我认为美国向来是孤立主义倾向，没有多少人知道香港的事情。川普不可能在民意不大的情况下出重手打击中共，毕竟这些措施对美国经济也有很大影响。何况现在美国还没从疫情中拔出腿来，那美国怎么参加2战？那美国为什么要参加1战？那死多少人？你说死多少人？我不同意啊。美国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先进的国家都有孤立主义的倾向。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坐的这个位置上挺好，我干嘛去掺和这些泥巴战，打得我一身都是泥巴，我干干净净的多好啊！在任何一个先进的国家都有这个想法，都会有孤立主义的倾向。我不去掺和这些破事儿。我不搞它，我自己日子过得挺好，我就搞它干啥？会有，不是美国有，欧洲也有，其他国家都有。只要你过好了，你都会有这样的倾向。但是你想一下，美国如果他放弃他世界领袖的地位，美元有这么强势吗？美国金融有这么厉害吗？美国能获得这么高的利润吗？不可能的。美元有这么强势？
大家的工资有这么高？怎么可能？美国现在的地位有一半是经济贡献的，另外一半不是经济贡献的，是政治、军事其他东西贡献出来的。所以你别老想着啊，我就看经济就好了。你看经济以后，咔嚓，你掉一半，你信不信？美国在政治上，在地缘政治上，在其他领域没有它的领先的地位，它现在的这个位置要往下走一半。如果它往下走一半，那中国就上去1倍。你信信看，我跟你讲，有一天你那个城市就跟香港一样，你不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短视。我就说美国总统不是家庭主妇，你只考虑下一顿饭吃什么。如果你只考虑下顿饭吃什么的话，你这房子都会被人占了，你信不信？就这个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好商量的。一个国家你必须考虑，当然你要考虑眼前，你刚才说的选民要考虑经济问题，你当然要解决。你说啊，我不能兼顾那么远，那你就滚蛋，换一个能兼顾的来。美国总统必须兼顾这眼前的、中期的、长远的都得兼顾到，你兼顾不到，你当成美国总统是吗？观点，从宣传的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和过分自信的国家。美国以前也没有将中国视为对手，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才提升的啊。可是美国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最近对 VOA 的改组也是开始行动了，现在开始评估封杀来自中国的 APP 议题了。看看拜登一段时间前还说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如果王先生每天看 Fox News and Fox Business and Peter Navarro， 你就会明白川普总统什么都明白。我不觉得，我觉得川普总统的团队现在是一塌糊涂，乱成一锅粥了。你还是在回说我第二个话题的答案，我就给你第二个答案啊。观点，记者一般比较急，民主政府动作比较慢。当年二战，美国决定参战，到真正派兵到欧洲战场，用了将近1年时间。但是，一旦实施起来，会很厉害。你是说我对吗？是我比较急啊，我比较急。但是，你眼睁睁的看着他把事情做成了，你能不急吗？你说呢？观点，王老师还是有幻想，如果美国出手，中共可能撤销国安法，但是我觉得两会议案一出就没有回头路。现在川普考虑的是保护华尔街利益，未必是大斗。川普是怕极了股市崩溃，下面出几个金融措施，一定会给华尔街慢慢退出。又是大棋是吗？我看不出来，我真的看不出来。就经常有人说啊，川普总统后面有很多考量。我比你了解川普，川普他会考虑这些事情的话，那他就不是川普了。为什么？我看他这么长时间，我了解他，川普的思维就是 A 到 B， 从来不会由 B 到 C 的。你见过吗？没见过，我是没见过。中午啊，他川普后面还有后招。没有，你举个例子给我看一下，川普所有的东西，川普推出来的所有的政策，就由 A 到 B， 由 B 到 C 这件事情，我相信他理解都理解不了，还部署，没有，就是这么简单。川普所有的政策就是从 A 到 B 的政策，从来没有从 B 到 C 或者 C 到 D 啊，那不可能，那绝对不可能。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能力，所以川普下大棋。先把你那个棋子搞全了再说吧，你说呢？你连手上有多少棋都不知道。我认为川普到现在为止，那次那个谁，为了什么？为了这个博尔顿的新书，他不接受了一次那个 Axios 的访问吗？他自己给自己辩解说那个什么，没人跟我讲过啊，这个叫什么法案呢？那个。
就是那个惩罚人权的那个法。他说这个人权的法我都不知道啊，也没有人跟我提过啊，他就是个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不要高估他啊。观点：今年大选年，美国发生一连串事情，都在展示美国比4年前的分裂更加严重。疫情也显示出贫富差距。面对如此巨大的分裂形势，川普不仅没有能力应付，还更为分裂添彩。美国国内的形势到了非常混乱的地步。在这种情形下，香港议题已经不那么引起美国国内的注意力了。川普想保中美贸易协议，为了保住他的基本面，可是目前情况看得出，川普选情很不妙。OK， 观点，我来这个频道就是来听王先生观点的，可能跟我想的内容不同，但是这才是我来的目的。希望王老师能够保持冷静，尽量避免爆粗口。好的，我今天有点生气啊，我平时不这样啊。我希望将来带着孩子一起听王老师的节目。好的，谢谢你，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我只是有的时候气不过啊。观点：同意王先生怼川普的中国政策，我猜川普的顾虑和各方面的掣肘还是太多。我邻居的先生是金融高管，他有自己的小生意，还幻想着继续和中国做生意，因为中国的服务和产品质量却已今非昔比，像我邻居这样的美国人估计还不少。说到底，还是中国市场和产业链套住了西方和美国。希望他们也听听王先生的声音，也相信美国迟早会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和国家利益。非常好，谢谢。观点：香港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美国从2战以来花了小100年的时间建立的世界秩序受到严重的打击。美国的利益毫无疑问是受到严重受损了，非常正确的判断啊！提问：王老师，中国在维持高房价和高汇率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资金外流，开始抬高股市了吗？想让钱往股市里跑来支撑经济吗？抬高股市毫无疑问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基本的策略啊！这个策略是什么？这个策略就是财富效应啊！为什么把股市炒起来？股市的炒起来之后呢，这钱就会我们叫财富效应，就大家都挣了钱，挣了钱怎么办呢？那就去买车吧，买房吧，消费吧，就会有这种财富效应啊。但这种财富效应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支撑啊，就是你上去了不能够掉下来啊，你才能持续的往前跑才行。那你现在经济形势是个这样的形势，虽然货币政策宽松，但是形势不好啊，形势不好你没办法支撑住的。你说美国股市很高啊，但是你看一下它的蓝筹股的市盈率并不高，为什么？因为它盈利能跟得上啊。中国的盈利跟得上吗？跟不上啊，跟不上你怎么能支撑太久？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什么呢？这个形势他想做一个财富效应的这个形式，就会变成什么呢？跑着啪掉下来，割韭菜了，就变成一个这样的效果啊！所以我还是奉劝各位啊，你一看这个问题，就是一看的股市上去了，蠢蠢欲动了啊，蠢蠢欲动。有一句话我送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住：利令智昏。你光看到利的时候，你的智商就变成0了。你不能光看到利，你还要看到什么？还要看到风险啊！很多人讲啊，你要听政府的，听了政府就能挣钱，听了政府挣钱的没几个。谁挣钱了？后面操盘的挣钱了。你挣钱了吗？我不知道，反正我看到的人没有挣钱的啊，包括我认识从第一批股民啊，我采访过深圳发股票，就是抽签发股票，我就在现场采访，我还见到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在那排队啊，我从最早看中国股市，所以我深深的知道中国股市的属性是什么，就是赌场。你有钱去中国股市，你还不如直接去赌场，所以这个去赌场比这个安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提醒大家
利令智昏，光看到利，你的智商就是零。提醒一下，千万不要忍不住啊！情况我在推特上 follow 了很多美国人，其中有些人反映在德国的病例数是不真实的，因为有些人并没有做过测试，却接到测试人员的电话，告诉自己被确诊。一个负责做测试的护士对数据怀疑，所以送了10个空白测试棒，结果出来也是阳性。哦，真的有问题哎！为什么呢？德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CDC 封了吗？瘫痪了吗？有政府又瘫痪了吗？观点：从大饥荒、文革、计划生育到6·4一系列问题之后，美国从来不正视中共，历任美国总统都受到渗透和利诱，或连任，或政绩，或卸任后的利益等。香港问题再次证明前安全顾问的新书是真实的。赵国的问题无法指望美国，只能等待奇迹。赵国的问题谁都无法指望，只能等待中国人自己啊。那博尔顿那本书我越看越亲切，我怀疑他抄我的，好吧，开玩笑啊。观点：没有珍珠港被偷袭，美国人民大多数还保持中立的立场。多赚钱不死人，所以有种观点认为，罗斯福事先得知的情况，也选择等待美国偷袭。香港人被禁锢还触动不了美国人，不到自己身上痛，他们还是统一不了决心。你还是没有看我说的话，我前面已经统一回复了关于香港的议题。香港的议题不是香港人的问题，那是美国人的问题。那是美国人的问题，不仅仅是香港人的问题。在香港议题上，美国出手，客观上会帮助香港的抗争者，但是在香港议题上出手是为了美国的利益。OK， 观点：那位香港朋友告诉我，上街的200万人去哪儿了？如果200万人坚持走出来，没有人可以战胜你们，不要依靠别的国家。和家人没有太多的关系，人家只是辅助。如果实施国安法，香港就安定了，岂不是对这场民主运动的讽刺？你在哪里？你要别人找出来，你在哪里？我最不喜欢这样说问题的了。为什么？这全部都是自愿的这第一条，香港人走出来是有风险的，我从来不会讲香港人你要上街，我从来不讲这样的话。为什么？因为上街是有风险的任何人都不能要求其他人做有风险的行为，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会鼓励香港人抗争包括我做节目，我也是鼓励大家抗争。这也是抗争的一个形式。有人在推特上问我，你做了什么？我相信我做的比你多，好吗？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第一，不能要求其他人做有风险的事情，这是第一条。第二条，200万人香港人已经完成了一个盛举，你不能够再要求别人做这样的事情，这第一。第二，天时地利人和不同，你坐在这里就不要去指指点点。为什么？你不懂，你不了解，你在胡扯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指不指望其他人。作为香港人香港的抗争者，他必须动员全市这做错了吗？没有做错吧？如果你不懂得这一点，你就在这件事上闭嘴。香港人当然要做美国的工作，让美国去在香港的议题上出手，这才是最重要、最根本性的。这是香港人的智慧和能力。香港人有没有抗争？当然有抗争，一直都在抗争。有停过吗？没有停过。所以我非常不喜欢这段话。情况坐标魔都，昨天王老师提到上海中心的事，我补充下情况。好，自2016年开业以来，遭遇了许多问题过低的入住率，一直到
最近的2018年，这座建筑物的空置率有一半，用于出租给中资公司的楼面只有40%实际入住，跨国公司甚至不愿意来此寻租，营运亏损。目前该楼负债超过15亿美元，双曲扭曲的玻璃墙面造型导致了不切实用的楼面，只有50%的楼面有效利用啊，就使用率只有50%。原本从84楼起跳至105的郡舍酒店无法开业。这栋楼原来是个这样的情况，绣花枕头嘛。提问：真希望王先生的观点传到白宫，希望各位神通广大的网友一起想想办法。请问王先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川普会付出什么样的政治代价？为什么共和党把川普推选出来？川普背后的幕僚也那么愚蠢吗？第一个，川普付出的政治代价非常简单，就是落选，没有别的。我认为川普朝着现在的这个方向狂奔的话，他的结果就是落选，这是他的政治代价。为什么共和党把川普推出来？没有啊，这是传统啊，一个现任的总统肯定是继续选连任的，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啊，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说的啊。那川普背后的幕僚也那么愚蠢吗？川普背后的幕僚一点都不愚蠢。总统是这样的啊，总统想要什么样级别的人才，他都会有。为什么？因为美国真的有很多美国人，特别是那些顶级优秀的美国人，都愿意为国家服务啊，这个没有任何疑问。美国总统说啊，你过来做我的财政部长，基本上没有人不愿意来的。为什么？这是他的荣耀，这也是他回报这个国家的一个机会，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不去的啊。所以一个总统想要任何级别的人才，他都会有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但是总统的幕僚只是幕僚，做决定的还是总统自己。就是他第一个决定一个总统到底做什么，取决2件事。第一件事，他把什么样的人找到他身边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人的意见他到底听谁的？因为他是个团队嘛，团队会有不同意见的嘛。A 强硬 ，B 不强硬，那你到底想听哪个意见？他一定不是一致的嘛，大家先商量好再去找总统，那总统不给忽悠了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最终不是幕僚取决定权，还是总统做决定啊？这个大家搞清楚啊。他的幕僚愚蠢不愚蠢？他的幕僚一定不会愚蠢，都是人中之龙，但是总统一样会做出愚蠢的决定，因为他听谁的不好说啊，是不是？问题，王老师能讲一下川普破产的时候，香港被郑家纯、罗康瑞羞辱，会造成川普延长对香港问题采取行动的原因吗？这个不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啊。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我们现在就明谢一下啊。Eagle X 感受谢谢啊，感受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搞反腐，我曾经对他抱有希望，后来变成搞个人崇拜。川普上台的时候搞贸易战，我对他抱有希望，后来变成了选票交易。这双子座的难兄难弟啊。Tiger Show 谢谢王老师辛苦，非常敬佩你的见识，谢谢。Ada 梁谢谢。Mike 祝谢谢。Patrick 长谢谢。SR 谢谢，今天赶上直播，感谢王生不懈的努力，谢谢。七粉谢谢。王先生发火的样子很可爱，不可爱，我希望我不要发火。Amy Wang 谢谢，请王老师吃台湾芒果冰消暑消气啊，好的啊。孙 Steven 谢谢，王老师挑这么有火花的议题，勇气可敬，也希望各位同好保持理性思辨，支持川普是支持他反共，他不反共还要支持吗？
我觉得川普作为美国总统，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支持他啊。包括我也会支持川普总统，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请大家相信我，我是支持美国总统川普的啊，这是第一条。但是什么叫支持？支持就是如果他有不对的地方，你还是要批评啊，这就叫真正的支持。如果说我支持他，我就同意他所有的意见，那你不是支持他，你是坑他啊。Kinam Yong， 谢谢观点，王先生这期节目分析的非常到位，生气也很犀利，先赞一个。有个建议，如果在听节目的观众有能力或者方法把王先生的频道，特别是这期节目推荐给美国白宫或者议会人员，特别是直接推荐给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 Matthew Potting， 因为他的中文很好，直接听中文理解起来很直接。而且他有在中国的经历，应该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王先生的准确的分析和观念，会对美国决策有帮助。希望有能力或者机会的人们行动起来，加油啊！谢谢你的意见啊，这个意见非常的有价值，谢谢。TT， 谢谢，请王老师喝杯菊普消消气。总结：习大大是贵州巴士司机，急速左转弯。而李中堂的地摊经济灵感源于川普。OK，Lam 4902，谢谢。美国有现在的地位，因为他没有在希特勒刚崛起的时候就第一时间跳下去暴打纳粹德国。也不是，纳粹刚刚崛起就跳下去暴打的话，就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美国也不用死那么多人了啊。滴滴王，谢谢。这段时间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赶紧看新闻。看看美国和川普总统有没有新的制裁措施。心里又急又痛又怒啊。Vivian Z， 谢谢。王老师家里养了小狗还是鸭子呀？叫声好可爱。OK， 有吗？我怎么没听见啊 ？Look Zhang， 谢谢。Luck Zhang， 谢谢啊。Waving, living, eating wine。王老师爱憎分明，而且有理有节，充满激情而不是理性，不愧是华语舆论圈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媒体人。谢谢你的肯定。情况，美西你好，请王老师读一下我的情况。江西景德镇发大水，整个城市停水停电，运行瘫痪，请墙内的朋友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我在这里一定要讲一句啊，中国有个非常缺德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中国的那个电线输电线没有漏电保护，洪水一来，电线掉到水里，那个水里面是带电的啊。这个我真的，我昨天看那个视频，就是因为有一个电线，有些人经过那里就因为洪水嘛，电线断了，被电死在那里，然后其他人去救他也电死在那里。所以这就是国企干的事情啊！中国电网全是国企啊，垄断电网，垄断的这个国企干的事情。中国这个断子绝孙的这个没有漏电保护啊，坑死了老百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了解这个事情。墙内的网友记得传播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因为现在到处都是洪水，半个中国泡到水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电死了那么多人。好吧，好，我们今天Lexi， 谢谢请王先生喝杯茶，有血有爱啊，谢谢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